大家好，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为什么说求医不如求己？这是因为人体自有大药。在生活中，人们已经习惯了一生病就看医生、打针、吃药。可是人体真的这么脆弱吗？当然不是。假如你不小心手划破了一个口子，你能做什么呢？即使看医生，也只是涂上消毒液，再用纱布包扎好而已。接下来伤口的愈合乃至于恢复到完美的状态，就是身体自己的事了。小到皮肤划伤，大到手术创口，无一不是如此。其实人体蕴藏有巨大的自愈潜能，正是这种不依靠任何外力的人体自愈能力，人类才能在恶劣环境下得以进化生存。今天小编就来给大家分享一个能开发人体自愈能力的神奇动作——站桩。在接触站桩之前，大部分修学的师兄都会提出这个问题：我们能站桩吗？站桩对我们的修行有帮助吗？这些问题的答案其实是非常正面的。站桩于念佛人、修净土的人来说是非常好的加行。首先，不管是从身体状态还是能量的加强等，都是有着很大的辅助作用。再者，站桩最终也是与修行的本质殊途同归，因为对于念佛行者来说，寿命尽时往生净土，或修持的时候就能亲自体验体证到各种境界，乃至现证唯心净土是念佛行者的修持目标。为什么说站桩对于念佛的人来说是非常好的加行呢？因为站桩能更好地帮助行者达成念佛修持的目标。事实上，每个人都可以调动自身的潜能来改善身体。站桩正是通过固本培元的方式来调动人体自身的潜能。只需简简单单的一站，身体内部微循环就会产生刚柔并济、虚实相生、动静相宜、松紧有度、错综为用的作用。给大家举个例子吧，北方冬季取暖用的暖气管道，用的时间久了，管道转弯处最容易堵塞。这时最直接有效的办法就是给管道注水打压，冲刷淤堵垃圾。假如压力不足，淤堵就很难冲开。压力加到足够大，管道淤积自然会疏通。假如把人体的经络血脉比喻成暖气管道，人体的双胯、膝盖、脚踝、臂肘等大关节就像管道转弯处一样，容易受风、寒、湿、邪等侵害而形成淤堵。而气血运行不畅，人体就会有肿、胀、痛、麻、凉、酸、板7种感觉。这就是为什么说痛则不通，通则不痛的道理。站桩就是通过培补元气，给人体打压，使其形成内向的一种冲击力。压力充足，人体就会气血畅通，自愈潜能就会增强，所有不适症状也会自然消失。不要看它就是简简单单的一站，其实当身体在一定时间内处于相对静止状态，就可以调动全身的气，疏通经络，调和气血，使阴阳相交，加速新陈代谢，增强细胞功能，祛病延年。所以这简单的道理就告诉了我们，站桩就是一种既能治已病又能治未病的不花钱的养生法，更是现代人摆脱亚健康状态的最简单的养生法。那何为站桩呢？站桩即身体如木桩站立不动，目的在于如木桩有根稳定，而非不动傻站。它是中国武术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，在历代武术流派中都受到了武者的重视。如马步桩，在少林武术和一些南派拳种就将其作为了一种基础性训练。所谓未习拳先站3年桩，在内家拳中兼行一拳中有万法源于三体式之说，而在一些年轻的拳种如大成拳、卢氏结构中，更是将站桩推到了无以复加的地位。相信大家都见过、听过，甚至练过站桩，但是更多的人只知道站桩的样子，就是以我们身体为正中，双手抱圆作为一个站姿。其实这只是它的表面现象，而站桩的要领其实是我们眼睛看不到的那部分，也就是站的方法。接下来就让小编给大家讲解一下这9个要领。1. 食指抓地。所谓食指抓地，就是指10个脚趾轻轻地扣在地面，也就是说每一个脚趾的关节都是微曲的。但是我们经常讲用意不用力，就像大树一样把这个根往下扎，用我们的意识而不是用力量，所以我们在肌肉上要尽量保持放松。2. 关于双腿微曲。
其实，在我们的站桩练习过程中，我们身体的每一个关节都是保持一个微屈的状态。所谓微屈，是在站直的基础上微微弯曲，它并不需要我们蹲下去，就是我们的膝盖是不可弯曲超过脚尖的，但也不能够伸直，因为我们腿站得非常直的时候，或者我们蹲得很弯的时候，我们的骨骼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我们的毛细血管和我们气血的运行。所以我们在每一个动作的要领上，包括上面讲的食指抓地，每一个关节都应该保持微屈的状态。3. 关于坐与胯，胯在我们整个身体上占据一个非常主要的部分，因为它是我们整个身体的中间部位，连接着我们腿部。我们平常也经常在说中正安舒，那么我们上身要保持中正，我们的胯就不能够左摇右摆，所以要坐胯。所谓坐胯，就是要找到下沉坐的感觉，就像坐在凳子上一样。而胯最容易出现的几个问题，一个是向前顶，一个是往后翘，还有一个是左摇右摆。胯的力量只能向下，只有胯真正向下的时候，我们的上半身才能保持中正。如果我们的上半身有任何晃动或者前俯后仰的话，那么问题一定是出在胯上。4. 松腰，起根在脚，发力于腿，主宰于腰，行于手指。所以我们的腰是整个练习过程中非常关键的一部分。在站桩里面，对腰的要领就是放松我们的腰，而我们的腰在放松下去的时候，我们的腰会略微向后鼓起来，同时我们的小腹会略微有一点向内收，但是小腹部要注意放松。如果在站桩的过程中，我们的小腹部和我们的腰部不自然的紧张起来，就要及时纠正了。5. 沉肩坠肘，在练习的过程中讲究一气呵成，上和下是紧连相随的，这是练习过程中十分重要的一条。为了让手上的动作跟我们身体的动作能连贯一气，沉肩和坠肘就必不可少了。沉肩就是把肩部放松，而坠肘要特别注意。很多人会把手肘刻意往下压，但实际上这样你的肘是坠了，但是你会折腕，这样是不规范的。所以我们正常情况下，手肘不管是放得很高或者放得很低，它都会有一个肘往下沉坠的感觉，这也是我们经常讲到的用意不用力的状态。6. 虎口绷圆，食指引进。虎口绷圆就和上面说的食指抓地一样，劲要往地底渗透，每一个指关节都保持微屈的状态，然后把这个劲从我们身体引出来。食指引进是因为我们离心脏最远的血管就是在我们的手指和脚趾上，我们需要用手指把我们的气引过来，只有气血能到，我们的劲才能到。如果气血都到不了的话，我们的劲是到不了的。7. 含胸拔背，当我们能够把腰胯做到位的时候，其实我们的脊椎骨会被拉成一个微微的弯弓形，所以在武术里面叫身背五张弓。脊椎骨是我们身上很重要的一个弯弓，那么我们整个脊椎骨的下半部分松腰做胯的话，往上积水我们的背和颈，这个地方也是要注意，也是形成一个弓形状。我们的背部要通过一个劲把它往上拔，而我们的胸要有点略微的向内去含，这个跟我们的沉肩也是连在一起的。那么同时在我们的这个含胸的基础上，后面的2个肩胛骨要向前收拢，像一个圆一样把我们的整个劲包在里面。8. 虚灵顶劲，我们说神能提则气，那么我们肾为先天之本，我们的肾气上升完全靠我们的脊椎骨，然后才到达我们的头顶百会穴。所以在站桩里面有一个要领叫虚灵顶劲，那么虚灵顶劲其实讲的就是我们百会穴，那它为什么不用百会上顶而用虚灵顶劲呢？它其实就是说在虚无之中去领会往上顶起的这个劲。换句话来说，还是那5个字，用意不用力。注意做的时候下颚要微微收起，要轻轻地把我们的百会穴往上引领。9. 双目垂帘，在站桩的过程中，如果我们要练实战练技击，那我们的眼光可以目视远方，越远越好。但如果练养生的话，我们就需要双目垂帘。双目垂帘顾名思义就是2个眼皮像窗帘一样轻轻地搭下来，重心保持在我们的眉心，还有整个额头也得保持放松。也有很多朋友问需不需要舌顶上颚，
其实，在刚刚学习站桩的时候，可以不用舌顶上颚，但如果你想继续往深处学，往修行的方向或养生的角度去学的话，可以尝试着舌头抵住上颚。注意，上牙和下牙轻轻扣上的时候，我们两颊的肌肉也是要一直保持放松状态哦。百练不如一站，万动不如一静，要把骨髓洗，先从站桩起。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了，接下来小编将会分享更多的养生知识，希望我们每一位修行人都能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，敬请期待哦。